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CWC Channel iOS 18.2 测试版已经释出。这一次的释出多出了4大 AI 新功能，像是这里的 Playground、ChatGPT 整合、Visual Intelligence， 还有 Gmoji。那由于 Playground 以及 Gmoji 这2个 AI 新功能，个人还在等待名单当中，所以还无法介绍。这个影片只会针对 ChatGPT 整合以及 Visual Intelligence 来做说明。如果到时候可以使用 Playground 之后，我会来录制另外影片详细说明。在说明之前，使用苹果 AI 有几个限制。第一个，必须是 iPhone 15 Pro 以上的机种。第二个是目前只有支援英文版本，所以你的手机必须要转换成英文。那下个礼拜我会分享一个 AI 语言设定的捷径，让你可以快速的将你的手机转换成英文，再转换回来成你想要的语言。那这里我已经转换成英文，我的手机是 iPhone 16 Pro， 现在我就可以来使用 Apple Intelligence， 点选设定，来到了 Apple Intelligence and Siri。 接下来 Apple Intelligence 已经开启，滑到下方，现在多出了 ChatGPT 整合，点选 ChatGPT， 这里点选 Setup 来开启，这里完美整合 Siri， 让 Siri 变得更聪明，还有整合了写作的功能，那还有连接你的 ChatGPT 账号。下一步，在隐私权方面，他们也做好保护，只有在你的手机上面使用。如果你想要连接你的 ChatGPT 的账号也是可以，那如果你不要连接也没有关系。我这里来开启使用，这里我就没有连接我的账号，然后这里可以连接 Siri， 会询问你的请求来使用你手机里头的资讯。这个功能启动了之后，就有完美的 ChatGPT 整合。首先第一个要试的就是 Siri 现在变得更聪明。那待会我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使用英文，因为目前只有英文才有支援 Apple Intelligence 的功能。I would like to go to Taipei 101. Can you give me a trip plan for 3 days to Taipei 101? 当我问下这个问题之后，你会发现现在多出了你要不要问 ChatGPT 刚才那个按钮。那如果刚才那按钮按下去之后，它就帮我跑出来了。所以这个是 ChatGPT 所生成的，所以它下面这边有 ChatGPT， 所以现在 Siri 变得更聪明了。我再试另外一个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HTML code？ 好，我希望呢，它给我一个 HTML code， 我这里用 ChatGPT。好，它现在正在运作当中，这个就是在连接 ChatGPT 的功能。你看，现在它生成了程式档案给我，所以这是来自 ChatGPT， 所以 Siri 跟 ChatGPT 现在变成了好朋友，一起运作，提供更完整的资讯。另外，你在写作上面 ChatGPT 现在也可以完整的帮忙。我是希望能够介绍我的频道，这个频道是在学习 iPhone 相关的资讯以及一些技巧。我现在呢就来用 AI 的功能，在右下方这边就有一个 AI 的按钮，现在在最下方这边出现了 Compose， 也就是写文章的功能，我点选。好，那在这里呢我就直接按下发送，因为是所有的文字，所以它会去扫描所有的文字内容，它会根据我所提供的资讯。那现在呢，它写了一篇文章出来，提供了在这边，所以我只是提供了2段话，它现在就生成了很多的内容给我。我的频道是在做什么的，内容有哪些等等，哇，非常的详细。这里还别忘了订阅本频道哦。所以文章的内容非常的多，所以现在可以来 Compose 帮你写文章。此外呢，我还可以根据某一个段落来做修改。例如说，我在这边的介绍，我选择了这一个段落，现在这里多出了 Describe your change， 这一段我想要做改变，那你要什么样的改变呢？好，在这边我就输入 Make it more fun， 让它变得更好玩一点。好，传送，所以它就根据我选的内容来根据我的描述来做更改。所以它现在呢，就根据我想要的请求变得比较好笑一点的描述。所以如果收到 email， 你也可以跟 ChatGPT 说，请帮我回信，那要回哪些内容，你也可以描述。
那讲到 email， 这一次的 email 也有很大的更新，多出了4个分类，包括 primary、transactions、updates 还有 promotions， 它会根据你的 email 来做分类，如果是主要的，如果是交易的，如果是 update 的，它都会分门别类。好，下一个 playground 的话，我待会最后再说明。下一个更新是有关于 iPhone 16 Pro 跟 Pro Max 独有的新功能，也就是照相按钮。那现在呢，更新完 18.2 之后，你可以透过镜头来分辨所有在相机里头的物体。例如说，这里我有一个 AirPod， 我长按不放就可以开启 AI 的功能。这个不是照相哦，这是 AI 的功能。好，那我这里有个 AirPod， 所以我现在在点选这个右下方的按钮，点选，它就会去扫描这一张所照到的照片，它就会告知说你所照到的照片是什么东西。以刚才为例，这一个是 AirPod， 所以它会去搜寻 Google Images， 那可以点选某一个连结来了解详细的内容。那这个功能非常的强大，以后如果你有遇到没有认识的动物、植物、花朵、物体，你都可以照下来，它会去搜寻 Google Image 的资料库来找到相对应的图片，提供资讯。例如说，这里我有个七龙珠，我来看看它有没有办法找到这个物体。我先把它照下来。好，照下来之后呢，在这边有个3个小点点，我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搜寻，我也可以用询问的方式。哇，它真的找到了。所以呢，这些是大家分享在网络上面的这个图片。好，下面一个是 Image Creation， 包括了 Image Playground 还有 Gmoji 的这2大 AI 新功能。那第一次开启之后呢，它会要求你去存取。那这个存取呢，必须要等待一段时间，等到轮到你之后，它会通知你，告知你说你可以来使用了。所以当你按下请求存取之后，你就会来到这个页面，它会告知你说如果可以使用了，它会告知你。好，那如果完成之后呢，你就可以来使用这个 Playground。好，那我已经等了2天，现在还是依旧在等待名单，所以无法在这个影片里头来做说明。如果我到时候收到通知可以使用之后，我会录制另外一个影片来说明 Playground 里头的2大功能，包括了 Gmoji 以及 Image Playground。好，那这个影片就介绍到此为止。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告知。如果想要得到最新的 iPhone 相关资讯，欢迎订阅本频道。下一期再见，拜拜。